Xperia One Mark III， 索尼新一代的旗舰机种完整评测来了，所有内容本集邦尼都尽可能帮大家测好测满，希望大家看得开心。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依照惯例，先来看外观。邦尼先前推出的 One Mark III 短评测，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了吧？所以外观部分，我们以重点为主。Xperia One Mark III 继承了上一代 Mark II 普遍受到正面评价的设计 ID， 这次最大的改变就是背面采用的雾面设计。不过需要特别提一下，这次 One Mark III 使用更加细致的雾面处理，所以手感相较起过往其他雾面机型更加滑顺好摸。同时雾面也更不容易沾上脏污，清洁也更容易。还是那句话，以2021的旗舰标准来看 ，One Mark III 绝对是简约利落的代表。采用雾面的机身处理，也让质感更好了一些。在手感上，186克的重量，以2021旗舰标准来看，算是相当轻薄。搭配上两侧平直加上圆角的中框设计，在拿取时不会滑手，手感依旧非常不错。这次全新风格的桌布，邦尼自己觉得蛮好看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开机设定时，透过 Google 的转移功能 ，One Mark III 也已经可以支援，把手机的 App 跟桌面设定同步到新手机。搭配 Xperia Transfer 2， 则是可以转移影像、联络人等资料。不过邦尼自己会期待 Xperia Transfer 2也可以直接转移 App 以及更多设定，就不会受限，只能透过 Google 转移。未来 Sony 换 Sony 时，也有更多设定可以免去。机身配置上还是大家熟悉的 Sony。包含正面采用全新的康宁 Victus 萤幕，索尼旗舰必备的 IP65、IP68 防尘防水，3.5mm 接孔 ，LED 指示灯，以及最方便不用卡针就可以取出的32卡槽。侧边采用大家喜欢的实体指纹辨识结合电源键的设计，同样有加上刻痕的实体快门。在机身配置上，一样是你要的，索尼都尽可能保留下来了。顺带一提，再跟大家说一次。实体指纹辨识比较实用的设定方法，如果惯用手是右手，可以设定右手大拇指，右手拿的时候可以直接解锁，也可以设定右手食指，放在桌上就可以更顺手的直接解锁。如果是用左手拿手机，可以设定食指或中指，就可以单手解锁。同时，这次加入了语音助理按键，按下后就可以启动 Google 语音助理。虽然 Sony 有把它做平，降低误触。邦尼自己也算是语音助理的重度使用者，所以使用上没问题。但邦尼还是期待官方后续可以开放客制化选项，让这颗按键有更多可能。而在影音娱乐上，就不得不提 Sony 从 Xperia One 开始就为这个系列搭载了一块 4K 21:9的 OLED 萤幕，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在 6.5 寸之下，塞入 4K 21:9。也让这块萤幕的像素密度非常惊人，来到643 ppi。不论在观看影片或是浏览文字内容，都可以说是非常细腻。很快的到了 Xperia One Mark II， 当时正好在高萤幕更新率出现的过渡期，所以 Sony 还是维持了60Hz 的 4K OLED， 主要进化落在了显色跟色彩科学。而到了今年的 One Mark III， 大家就非常好奇 ，Sony 究竟会任性的选择 4K OLED 维持60Hz。还是降低解析度，搭配更高的萤幕更新率。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索尼大法说小朋友才做选择 ，4K、HDR、120Hz、OLED 我全都要。这规格真的是很 Sony。从画面上的高速摄影也可以很明显看到，120Hz 在滑动时跟60Hz 有非常大的差异，在滑动时会是连续进行，不会有60Hz 的跳格顿挫感。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 ，One Mark III 上的120Hz 跟去年的5 Mark II 相比 ，Sony 针对120Hz 的系统最佳化来得更好，整体过渡也更加滑顺，并且这个120Hz 在大多数的 App 都能使用到。重点是在大部分游戏中，只要把模式调整成效能，就可以解锁开启120Hz 萤幕更新率。当然，画面的 FPS 输出还是要看各家游戏的支援度。大家也可以依照需求，在效能跟平衡中选择。不过，为了耗电控制，全时段 4K 加上120Hz 输出，还是有点不太现实。所以从系统可以抓到的模式就能看到 ，Xperia One Mark III 输出模式有4种，并且根据 Sony 官方确认，
4K 120Hz 可以同时运作。同时，为了让 4K 跟 HDR 可以在这块萤幕上发挥得更好，One Mark 3同样搭载了 X1 for Mobile 技术，透过 Bravia HDR Remaster 让影像更能够在这块好萤幕上发挥。简单来讲，就是让非 4K 的内容变成 4K， 不是 HDR 变成 HDR。这其实就是 One Mark 3标准模式中的影片影像增强。不过开启后，在观看影片时，整体白平衡会偏冷，采用的是 Sony 自家 Bravia 电视的色彩科学。而另一个则是大家熟悉的导演模式，技术来自 Sony 提供给专业影像创作者的 Master Monitor， 能更忠实还原导演想让你看到的画面。其实邦尼自己经常全时段开启导演模式，在显色上会更加自然一些。除此之外，比较特别的是，这次 One Mark 3在出厂时 ，Sony 都有进行主台校色，同样提供了已经调校好的白平衡选项，包含拍照常用的 D50、D55， 摄影常用的 D61， 人工日光 D65， 以及电视常用的 D93 等白平衡设定。当然 ，One Mark 3同样支援色彩管理，透过 Google 相簿开启，就可以依照影像采用的标准正确显示。以下邦尼也提供一组 Xperia One Mark 3跟 iPhone 12 Pro Max、S21 Ultra 的萤幕对比。整体来说 ，Xperia One Mark 3显色还是相当饱满自然，动态对比表现其实大家都做到了前段班水准，差距比较难拉开。不过，若是以细节来说 ，One Mark 3上的这块 4K OLED 依旧有非常细腻的显示效果。如果在导演模式下 ，One Mark 3整体显色会更加平淡，但可以看到，不论在肤色或是街景的色彩，都会更加自然且通透。不过，虽然可以看到 Xperia One Mark 3萤幕整体表现都相当不错，但因为目前高解析度的硬体限制，也让 One Mark 3萤幕亮度有所受限。在不同模式下，帮你测到全萤幕亮度大约落在600尼特左右。虽然日常在太阳下使用600尼特已经足够，不会有太大问题。不过，如果真的遇到艳阳高照的日子，还是会比较吃力一些，会使帮你认为未来 Sony 这块 4K 120Hz 萤幕可以再进化的地方。但整体而言，显示效果还是 One Mark 3相对优势的一块。对了 ，Sony 的文字一直都是比较小。如果你想放大，建议把文字大小跟显示大小都调整成大，不要把某一项拉满，整体显示效果会比较平衡一些。在附加功能上，支援永远显示。顺带一提 ，Sony 的 Eyeball 真的很可爱。音效上 ，Xperia One Mark 3同样搭载双喇叭，不过这次采用新的喇叭单体，达成更加对称的前置双喇叭，左右两边的音量大小也更加一致。上一代的 One Mark 2其实就有在这一块强化。不过实际体验后 ，One Mark 3还是有明显提升。当然 ，Sony 旗舰必备的各种音效技术，包含 LDAC、Dolby Atmos、AI 音质还原技术、DC Ultimate， 上一代就支援的360 Reality， 以及这次新增的360 Spatial Sound。作为声音产业大厂，360 Reality Audio 是 Sony 很积极在推的未来音讯标准。不过 Sony 也知道，目前支援360 Reality 的原声内容比较少，所以透过360 Spatial Sound。就可以把一般的立体声模拟成360音效，没有 4K 变 4K， 没有 HDR 变成 HDR， 没有360 Reality， 我们就模拟360，依旧很 Sony。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其实 One Mark 3上这2颗外放喇叭也支援360 Reality Audio， 只要透过 Tidal 就可以播放。虽然门槛比较高，不过就等 Sony 慢慢把360 Reality 推向更多地方啦。以下帮你也提供 Xperia One Mark 3以及主流旗舰的对比测试。接着看到大家期待的相机，邦尼先前有提过，这次 One Mark 3上3颗镜头都还是以拍摄速度为优先考量。邦尼也想跟大家聊一下 Sony 为了速度做出的一些选择。
首先是感光元件，既然说追求速度，那高画素相机自然就不在优先级上，主要是受限于高画素的感光元件，在截取成像时还是会有一定程度延迟。对高速移动的物体来说，因为感光元件的硬体限制，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变形，甚至产生模糊。所以为了速度，1.7寸感光元件搭配上1200万画素，算是一个相对足够使用的竞组策略。其实各家主流4800万、5000万的感光元件，在像素合成后，也是落在1200万画素左右。不过相对的，当今天比较的项目从移动的物体抓拍变成对比静态画面细节时，采用1200万的 ONE Mark III 就会相对受限一些。不过这没有好坏，的确就是解决方案的选择。更值得一提的是，选择适合的感光元件，其实只是在硬体上的第一步。事实上，为了在快速连拍下可以真正抓到每一张的画面，Sony 在这几代间加入了3种追踪对焦策略。首先是大家最熟悉的脸部追踪，只要追踪到人脸，就会出现方框进行追踪。第二种也是大家熟悉的眼部追踪对焦，透过抓取人或是动物的眼睛进行快速对焦。第三种就是在 ONE Mark III 上新增的即时物件追踪对焦。点击物体后，系统就会透过色块跟影像辨识追踪物体，透过人眼、脸部跟即时物件追踪对焦。如此一来，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移动的物体。例如，人站比较近的时候 ，ONE Mark III 会使用眼部追踪对焦；比较远的时候，就使用脸部追踪对焦。不是人或动物也没关系，透过即时物件追踪，让快速对焦不只可以拍人，现在也可以追踪任何移动的物体。除此之外 ，ONE Mark III 一样有 3D iToF 扫描模组，透过邦尼的红外线摄影机，可以看到在 Xperia ONE Mark III 上的 3D iToF 扫描频率，相较起上一代快了非常多。实际体验可以感受到，在对焦上 ，ONE Mark III 相较起 ONE Mark II 更快了一点，精准度也来得更好。整体来说，搭配上 ONE Mark III 同样有的20fps 每秒20张高速连拍和每秒60次的自动对焦及自动曝光运算，在硬体跟软体的协作下，带来了非常不错的连拍跟抓拍效果。在实际表现上，可以看到画面上的抓拍的确有更好的细节。只要跟动态有关 ，ONE Mark III 大多都能有更好的抓拍表现。如果是抓拍家中的宠物或是孩子，表现都会不错。不过，为了快跟拍到更多张数 ，Sony 把所有运算效能都用在每秒20张的连拍上，所以如果遇到稍微逆光的场景，这时候 HDR 表现就比较受限。但也可以理解，毕竟每秒20张，应该也没有太多张数可以拿来合成 HDR。接着，邦尼也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次 ONE Mark III 的规格。Xperia ONE Mark III 搭载了3镜头，但是有4个焦段。分别是最顶部的 f2.2 1200万 16mm 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f1.7 1.7寸1200万主镜头，以及下方的 3D iToF 测距模组。有了 3D iToF， 能够进一步保证在低光源中 ，Xperia ONE Mark III 也可以有很快的对焦速度。不过在非常近距离下，还是会看到 iToF 的紫光。最后一颗就是这次许多人关注的黑科技。这是一颗2.9寸1200万画素光学变焦前望式镜头。简单来说 ，Sony 在这颗前望式望远变焦镜头中，采用了可变焦段的光学模组，可以在 f2.3 70mm 跟 f2.8 105mm 进行切换。透过一颗镜头就可以做到70跟105mm 的光学变焦，所以才能达成在3颗镜头的组合下，就拥有了16、24、70、105 4个重要的光学焦段覆盖。而为了让所有镜头都有更好的对焦表现 ，ONE Mark III 的所有镜头都有 DOPD 快速对焦，长焦跟主镜头也都有 OIS 光学防手震。此外，在镜片表面上，则是采用了蔡司的 T-Star Coating 增透及抗反射镀膜。最后，帮你也花些时间带大家看全新整合的 Photo Pro。简单来说 ，Sony 这次把原本一般的相机 App 以及 Photo Pro 专业模式进行了整合。这次只要透过一个 App 就可以使用所有功能。透过左侧的切换选单，可以在 Basic，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一般模式，以及之前在 Photo Pro 当中的 Auto、P、S、M， 以及记忆模式 MR 切换。关于 Photo Pro 的使用细节，欢迎参考去年 ONE Mark II 完整评测，本集就不再赘述。在先前的短评测，邦尼就有提到，这次真的可以看到 Sony 工程师花了不少精力在新的 Photo Pro，
可以看到相机启动速度真的非常快，尤其有实体快门，又让开启相机的整个过程速度更快。更值得一提的是 One Mark III 的镜头切换速度也非常快，跟上一代 One Mark II 放在一起对比有感提升，并且这个切换速度即使跟各家对比也还是快。重点是这次的 One Mark III 在抓拍、影像的处理速度以及超广角修正的处理速度都有明显提升。不过邦尼还是要提一下，目前 Sony 还是保留了先选镜头再变焦的使用逻辑，好处是不会因为自动切换跳来跳去，但仍然没有自动切换来的直觉。邦尼会希望在一般模式中还是可以提供自动切换，让随手拍有更大的弹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样张环节，以下邦尼也加入 iPhone 12 Pro Max 以及 Galaxy S21 Ultra 一起对比。我们一样先从日拍看起。One Mark III 整体调教风格跟 Mark II 相近，显色跟白平衡都比较自然，细节的整体表现也还不错，跟主流旗舰没有太大差异。而在白平衡表现上，这代修正的 Mark II 在 HDR 场景中会稍微偏暖偏红的问题。从这组样张中可以看到 ，One Mark III 整体色温更加接近肉眼所见。如果跟主流旗舰相比，三星和苹果稍微偏冷 ，iPhone 12 Pro Max 则是因为 HDR 的关系，稍微有点偏绿。放大来看细节，三支都还不错。而在逆光场景中，可以再次看到 One Mark III 的确修正了上代 HDR 偏红的问题，同时细节保留也稍有提升。跟主流旗舰相比 ，One Mark III 白平衡表现比较稳，不过 HDR 相较起三星及苹果没有那么积极，在前景暗部的细节保留也还有进步空间。接着来看超广角，可以看到整体调教风格跟主镜头基本一致，没有因为换了颗镜头画风巨变的问题。同时可以看到 One Mark III 这颗超广角镜头体质还不错。先看边缘细节，再看中心表现。整体来说，锐化会比 S21 Ultra 明显一些，但在细节保留上还算不错。而12 Pro Max 这边受限于超广角的感光元件硬体，细节涂抹感会比较明显。接下来这组逆光样张，可以看到超广角在逆光场景下的 HDR 表现，跟先前提到的一样，相较起各家在前景暗部还是没这么积极。接下来的样张也都能看到一致结果。而在变焦上，这代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望远镜头对焦性能有感提升，不论是 2.9 倍或 4.4 倍都有很快的对焦速度。One Mark II 对焦成功率比较低，而 One Mark III 则是很快就对上了，虽然已经稳了非常多，邦尼还是推荐大家拍完后检查一下，避免因为手抖导致最后一刻没对上焦。接下来邦尼也提供一组望远对比，首先是大家的原生焦段 ，iPhone 是 2.5 倍 ，One Mark III 是 2.9 倍 ，S21 Ultra 则是3倍。接着我们看到3倍，可以看到12 Pro Max 3倍放的比较大。主要是12 Pro Max 的1倍是 26mm， 而 Mark III 是比较广的 24mm， 所以基准不同的3倍在焦段上就会产生差异。不过可以看到3倍放大后，大家的细节表现也都还算不错。再看到 4.4 倍 ，Mark III 因为有原生焦段，在细节上会更好。接着5倍，受益于 4.4 倍光学焦段 ，Mark III 表现也还不错。其他两支因为分别采用 2.5 倍及3倍光学进行裁切，细节就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再来看一组，首先看到3倍，接着5倍，而接着最后的10倍。在10倍这一组，自然就是有10倍光学焦段的 S21 Ultra 表现更好。最后这次 Sony 在 One Mark III 加入了 AI 超高解析度缩放的功能。我们也直接来看10倍下的实测，可以看到第一眼的确会觉得开启后的文字更加清晰，不过放大来看，主要就是提高了锐化程度。邦尼会建议大家依照想要呈现的画面需求开启就好。整体来说 ，Xperia One Mark III 主镜头及超广角镜头日拍的细节保留及白平衡普遍都有不错的表现，不过 HDR 相较起各家，尤其是前景暗部会比较不积极。邦尼认为是 Sony 还可以再更强化的地方。望远部分对焦性能有感提升，同时这次透过光学变焦潜望式镜头，
达成 70mm 2.9 倍以及 105mm 4.4 倍两个光学焦段，的确更好的覆盖大家常用的望远范围。相较起追求更高倍率，目前的策略会更实用。不过还是可以看到 Sony 在望远上相对保守，即使上了 4.4 倍光学，最大倍率也只提供到12倍。夜拍上 Xperia One Mark III 虽然没有独立夜景模式选项，不过 One Mark III 同样只要在低光源下，就会自动启用夜拍多张截取。简单来说，就是有夜景模式，但只能透过系统侦测后自动开启，而判断是否有开启夜景的方式也很容易。在没有开启时 ，One Mark III 就是按下快门后就马上完成。如果触发夜景的话，就跟各家的夜景模式一样，你要拿稳，等待画面中的进度圈完成拍摄。不过邦尼还是会希望 Sony 后续可以加入独立的夜景模式，使用弹性会更大一些。在邦尼的实测中有发现 One Mark III 这次的夜景其实分成2种程度，稍微明亮的场景启动的是夜景模式，如果真的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极低光源，系统启动的是低亮度模式。在低亮度模式下，系统会更进一步提高画面亮度跟截取时间。我们也直接来看样张，可以看到2个模式差异明显可见。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即使是低光源模式 ，One Mark III 跟其他2支相比还是暗了一些。不过放大来看细节，苹果画面虽然更亮，不过地板的细节涂抹也比较明显。3者中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还是 S21 Ultra 的大感光元件，保留了更多细节。接着我们来看下一组，在这组样张中，可以看到 S21 Ultra 的大底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而12 Pro Max 也靠着算法提亮不少。One Mark III 则是自动判断开启第一阶段夜景模式，细节相对比较不足。不过经过邦尼测试，会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在自动模式的夜拍场景下 ，One Mark III 的 HDR 相对比较不积极，还是保留 Sony 过往不会刻意提亮的传统。在第一阶段的夜景模式中，因为截取秒数不足，细节也没能完整发挥。事实上，如果 One Mark III 成功触发了 HDR， 系统会启动更长秒数的截取，这时候就可以得到一张整体更加明亮的样张。虽然高光抑制相对比较不积极一些，但重点是暗部细节达到正常水准。比较明显的差异是 One Mark III 显色受到右侧红色光源影响，整体偏红。不过受益于 One Mark III 的 Photo Pro 有非常多自定功能，在这种明暗差异较大的场景，就可以尝试手动玩一下啦。如果是刚入门不太会抓快门的朋友，可以先从 P 模式，也就是程式自动开始。邦尼首先会在设定中改成焦点和亮度。接着我们知道这个场景在长时间截取后会稍微偏红，所以在白平衡部分，我们就在自动白平衡下稍微将白平衡进行调整。在下面这个场景，邦尼尝试点击101暗部，主要是为了触发 One Mark III 上更长时间的 HDR 截取。最后你可以根据场景的暗部及亮部调整适合的 EV 值。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One Mark III 针对高光抑制相对不积极，所以在调整 EV 值时也可以考量进来。最后只要按下快门，就可以得到一组照片，再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来回调整。其实邦尼认为 ，Photo Pro 在 Xperia One Mark III 上的使命，除了满足专业用户外，更重要的是让一般使用者也可以慢慢尝试，感受手动摄影的乐趣。不过既然是样张对比环节，我们还是继续看 One Mark III 在自动模式下的对比样张。接下来这组样张可以看到 One Mark III 在 Auto 模式下，整体调教风格还是跟稍早邦尼提到的一致。不过这组可以看到 T-Star Coating 的确减缓了一些耀光。而在超广角上 ，One Mark III 表现算是达到水准，整体调教风格依旧跟主镜头基本一致。如果是在更暗的场景，就可以看到这次 One Mark III 的超广角硬体体质还算不错。我们放大来看暗处，12 Pro Max 在超广角硬体感光元件上相对受限，细节比较不足。而 One Mark III 因为有感光元件优势，细节保留相对好上一些。不过跟 S21 Ultra 的差异，在低光源场景也会存在。整体来说，透过不开启夜景模式的样张，其实就可以看到 One Mark III 的感光元件性能跟体质其实都不差。从样张上也可以看到 One Mark III 在夜拍上显色不错。但邦尼还是期待未来 Sony 可以在夜景上有策略上的调整，让感光元件的性能更能完整发挥。而在录影部分，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I 同样有 Cinema Pro， 最高支援 4K 60fps 录影以及 4K 120fps 慢动作录影。
邦尼也说过很多次，120 FPS 慢动作其实蛮多机器都有搭载，可是过往只有 Full HD 的120 FPS， 画质损失还是比较大。One Mark III 的 4K 120 FPS 对专业影像来说还是更实用一些。不过在录影上，邦尼会希望 Sony 可以在一般录影模式中加入 4K 60 FPS 的支援，毕竟一般随手拍还是会优先开启一般录影模式。以下邦尼也提供 4K 30 FPS 录影供大家对比。接着邦尼也提供 4K 30 FPS 之下的防守阵表现。顺带一提，在 Full HD 60 FPS 录影中，若是数位变焦不断缩放拉到最大，目前还是会产生边缘锯齿的问题。虽然一般使用比较不会遇到，但还是希望 Sony 尽快推出更新。Sony Xperia One Mark III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88，RAM 也是给满，搭配 12GB RAM。邦尼手上的是 256GB 储存空间的版本。以下邦尼也提供所有跑分数据供大家参考。提醒大家，邦尼正式采用新的标准，不能跟过往的结果对比，记得对应正确的测试项目参考。接着我们也实测游戏表现。首先是 PUBG M。Xperia One Mark III 在 HDR 高清极限帧率30分左右的游玩下，平稳的拿下了平均 59.8 帧，基本上可以视为顺跑，跟过往888结果一致。PUBG M 还不至于对888造成性能瓶颈，机身温度上的表现也不算高，正面最高 39.8 度，背面 41.9 度。而狂野飙车9，这是一款在 One Mark III 上可以支援120 FPS 的游戏。虽然每一轮的游戏时间较短，但120 FPS 即时所需要的性能会比较重。经过连续5轮的测试，每一轮的平均帧数都可以达到116 FPS 左右，同样算是跑满的表现。机身温度依旧正常，来到正面最高 43.2 度，背面 41.1 度。可以看到 Sony 加大的石墨烯散热片的确有所帮助。最后我们看到性能测试软体原神。在连续玩30分钟后， Xperia One Mark III 平均帧数在效能模式只有 44.7 FPS。 邦尼也把所有模式测了一轮，结果差异不大。平衡模式 43.7 FPS， HS 效能模式则是 45.4 FPS。 为什么会这样呢？拿出 CPU 频率曲线来看， X1 超大核在开始后5分钟就以半休息的方式输出。重点是，你以为是因为温度过高遇到瓶颈所以降频吗？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正面 40.7 度，背面 42.2 度。以2021的旗舰跑原神的标准来看，根本还称不上热。在所有模式下也都能看到类似结果。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看到 One Mark III 在温度控制依旧比较保守。不过还是那句话， Snapdragon 888在日常跟大部分的游戏使用中，其实跟过往不会有太大差异，主要还是在高负载下的场景才会摸到效能天花板。期待 Sony 后续也能进一步针对温度上限跟性能释放持续最佳化。而在游戏部分， Sony 还是比较积极，新增一些玩家会需要的功能，包含蛮酷的30秒回放录影。简单来讲，就是不需要一直开着萤幕录影去等精彩画面，等你打得漂亮的时候，再透过30秒回放录影，就从30秒前的精彩瞬间开始录制。不过只有 720p。 此外，这次也加入了深色背景强化功能，透过调整画面对比，可以更容易看清楚暗处的敌人。在声音上，可以根据频率自己调整参数，让敌人的脚步声、枪声更明显。当然也有防止误触、勿扰、麦克风最佳化等功能。在游戏这一块的可玩性比较高，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整体而言， One Mark III 上的888就是偏向保守的调教，一般日常使用，玩大多数主流游戏，跑满没有太大问题，温度也算不高。不过若是在高负载使用下， Sony 的调教策略就会是温度优先。而在续航上， Xperia One Mark III 搭载45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新版的续航测试中，60Hz 模式拿下了9小时44分，
120赫兹7小时24分。简单来说，60赫兹日常使用，一天一充问题不大。全时段开启120赫兹的朋友，如果是中度以上的使用者，就需要搭配行动电源使用。邦尼也同步提供旧版测试标准结果，方便大家对比。快充部分终于升级，支援最高30瓦有线快充，同样支援气无线充电以及无线反向充电。在反向充电时，正面萤幕会出现标示，方便对准背面进行充电。在邦尼的实测中，30瓦快充30分可以充满 53%， 1小时充满 80%， 最后 20% 进入了保护电池的慢速充电，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又46分。好了，关于 Xperia One Mark III 的所有功能，邦尼都带来的完整测试，真的是日夜制作，希望大家看得开心。也请大家订阅邦尼，支持我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邦尼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